美国最好的州是哪个州？不用说，这个加州。不光是加州人民这么想啊，绝大多数美国各个州的人民都会觉得加州最好。全世界谁不想当好莱坞明星？这么大的地方，布满了3级片到那样的电影，就是大家看的那个日本的那样的那边是美国拍的那种那种戏，其实我不知道整没整过啊，反正女的我看都整过，都整的差不多。这个然后你看到那全这么大的，每一个咖啡馆，每一个酒吧里的女服务员、男服务员全是演员。女服务员就直接就特别直接，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出去喝一杯之类的，就是特别直截了当。他说我 casting 这一场，就问他一句话，说你只有30秒钟，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用你。后来我说什么结果？啊，所以现在开始讲美国呢，就展开一张美国地图，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呢，跟大家通常看到地图长得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每个州的名字都变成了每个州的有偏见的外号。这是专门美国一网站，这个网站叫 Atlas of Prejudice， 就是偏见地图。这美国这么大一国家啊，这看着这么大一个方块，然后那边还一个小方块，这远处还一个夏威夷，基本上是分了3个大阶段来到美国。第一个大阶段大家就都知道了啊，独立战争。你看我们叫独立战争，美国叫革命战争。革命战争之后，就北美13州先独立了。这13州加一起，大家看啊，在美国其实只占了那么点小一地方。那13个州现在加起来还没美国现在一个大州大。但是那是美国的发源地，最开始就从那儿来的。第二次美国大规模的开疆拓土叫1812年战争。就是1812年的时候跟英国又打了一回，英国这回从加拿大来，然后美国跟英国打了一通之后，就是开辟了整个中西部地区，就大家看到五大湖这块变成了美国的一大块重要的地方。当时就大家听美国人说这个 Midwest 中西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中西部其实现在在地图上看是在正中间，还稍微偏东一点，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中西部。它为什么叫中西部地区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中西部地区了，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现在西部这一大块。第3次就是美墨战争。美墨战争1846年，美墨战争是拿下了美国最大的一大块领土，占到当时墨西哥的1半以上，占到现在美国的1/3强的最大的一块领土。就包括我要先讲的这个我最熟悉的加州，加州旁边的这几个Utah 州、Colorado 州、Nevada 州，再往下的 Arizona 州、New Mexico 和 Texas。Texas 是美国本土，就除了 Alaska 太遥远了以外最大的一个州。加州是美国本土第2大州，就美国最大面积的几个州吧，都在这地方。整个这大块地方就是通过美墨战争，你说他抢来的吧，其实他还是花了钱。这美国通常他不愿意把自己弄得跟英国什么老牌帝国主义一样，他老说你看我没那么坏吧，战争我打赢了你政府又缺钱，那我就给你笔钱，说咱们这1000多万美金吧，你就把这块地方给我吧。大家有时候想说，哎呦，这咱们中国那时候被打掉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然后这个300多万平方公里蒙古，咱们就觉得心痛的要死。说这墨西哥1半领土都没了，这得多心痛。其实墨西哥当时并不心痛，为什么呢？因为那块地方根本就没什么人，因为墨西哥主要的人口当时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就是原来的什么玛雅呀、Aztec， 整个这一块地区是人最多的地方。整个墨西哥北部这么大一块地方，一共有多少人口呢？当时从墨西哥抢过来的时候，一共才有1万多人口，就这么点人。所以墨西哥当然也无所谓，说我这本来也活不下去，那你就战争也打败了，也没钱，那你给我点钱。美国给了1000多万美金。墨西哥后来还曾经提出过说，要不然那个我再给你点钱，你再给我点钱吧，因为我这越往北反正也没用。后来美国想来想去说不要了，我只需要一条通道。所以这些大州实际上原来都是墨西哥地方现在呢，这些州凡是跟墨西哥接壤的全都竖起了高墙铁网，然后上边有飞机巡逻，地底下恨不能挖地道的，还有那种探测的。墨西哥人现在本来英勇抵抗美军，然后怎么结果现在呢是拼了命的往美国跑。就是其实这些地儿原来都是墨西哥，大家挖地道、飘气球、翻墙，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往这地儿跑。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块地方现在是美国最繁荣发达、最富强的一大块地方。地方还是那块地方，但是在什么样的民族手里会焕发完全不一样的光彩吧。首先要讲的这个上面写着叫
fake boobs and orange， 就是叫假乳房和橘子，就是在这偏见地图上，就是我们这加州就给起了这么一名字。首先讲加州，不光是因为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更重要的，大家把美国的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拿出来看啊，就几乎加州在所有的指标里都排在第一名。如果大家跑马拉松算谁是第一集团谁第二集团，应该是这么说，第一集团只有一个，就是加州。加州遥遥领先，因为只有加州是2万多亿美金的 GDP。加州曾经在最繁荣富强的时候，其他国家还没有那么崛起的时候，加州曾经排在全世界大概第4、第5这样子。然后现在加州可能没有那时候那么排在前面啊，大概排在第7这样子。所以大家看这图啊，但是加州到现在还比俄国强。所以这俄国整天这好像要晒肌肉啊，要这那，跟全世界比划，就是你还别跟全世界比划，你也别跟美国比划，您这还没超过加州呢。排第2、第3名的应该算是一个小集团，就是排第2名的德州和第3名的纽约州，这2个州差不多都是过1万亿美金的GDP 美国是这样的，这个其他指标特别统一，就是加州永远排第一，人口排第一经济排第一，然后排第2的就是人口排第2，德州经济也排第2。然后人口排第3的纽约州经济也排第3。美国很少出现一个特别怪的地方，这地儿人不多，但是特别富，然后那地儿人特多，特别穷，几乎没有出现这样的地方。福布斯每年公布的这个前400大富豪里面，加州永远排第一去年是加州93人，就遥遥领先1/4大富豪在加州。然后第2名不是德州了，因为纽约那儿有华尔街嘛，贪婪的华尔街，所以纽约那60多人。第3名还是德州。基本前3名是第一梯队是不变的，但是有一个指标很有意思，就这福布斯400排行榜里面分布在各州的首富谁最有钱，加州可排的不是第一。加州首富 Oracle， 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在 Stanford 的演讲的那个 Oracle 的老板叫 Larry Ellison， 就是大家著名的一个伪造他的演讲因为他也是退学生嘛，跟比尔盖茨戴尔一样，到母校去演讲说你们今天毕业了，你们再也成功不了了，就那份著名的演讲其实是伪造他的。他是加州首富，在400排行榜里排第3，就去年，以前他第3也排不了。结果加州这方面没拿第一，这个首富最富的第1名是华盛顿州，因为那有个西雅图，西雅图有一个微软，微软里有一个比尔盖茨咱们就不多讲，等讲到华盛顿州的时候再讲所以华盛顿州的首富是美国第1首富。美国的第2个出首富的州，大家谁都想不到 Nebraska 大家看到去年奥斯卡的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电影叫 Nebraska。为什么拍 Nebraska？ 因为 Nebraska 是美国特别穷的，特别平凡的。在美国，一个人说我从 Nebraska 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觉得那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儿吧，我们这儿挺好。然后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州但是这个州的首富排美国第2名，就是巴菲特。这巴菲特你看他有这么多钱现在基本全都捐掉，而且自己住的房子1958年的时候3万美元买的，现在大概就值9万美元。9万美元在加州在洛杉矶就几乎都什么都买不了了。这巴菲特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人，他就不去大城市享受他也不去炫富干嘛。他不但是美国第2富，也是世界第2富。他跟比尔盖茨发起，大家把全捐掉。所以 Nebraska 的首富排美国第2，加州的首富只排美国第3，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加州你分出来的几乎每一个单项都是美国排第1的，遥遥领先。大家想想，高科技，加州有硅谷，这就不用说了，全美国高科技几乎都集中在加州不但北边有硅谷，南边现在还有叫硅滩。什么叫硅滩呢？因为在洛杉矶的向南的海边有一个叫 Long Beach 的地方，这 Long Beach 地方后来因为搞 TED 演讲会等等慢慢变成了美国又一个高科技创业集中的地方。大家知道创业也得找个地儿嘛，那硅谷当然是好，但是硅谷越来越贵，大家去硅谷看看，现在是全美国最贵的地方。所以很多年轻的创业者说，我就别在硅谷挤着了，我就去另找一个地儿吧。所以硅谷叫做 Silicon Valley， 然后 Long Beach 这个地方现在就叫 Silicon Beach， 就叫龟滩，听起来不太好听听起来像海滩上有一堆海龟的那种龟滩所以高科技这就不用说，加州是遥遥领先。娱乐业就更不用说了，好莱坞就在南加州，就在洛杉矶，而且娱乐业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排前几名的工业跟中国不一样。中国这娱乐业加一起，但是现在已经很厉害的情况下，大概也就跟
可能卖筷子的，我不知道，或者是某一个小工业差不多。但是在美国娱乐业是空前强大的。这个海港，你要按州分，加州有最多的美国最大的最好的海港，洛杉矶港啊，旧金山港啊，San Diego 港等等等等。农业，加州遥遥领先，美国排第一。大家别看美国中西部一望无际啊，好像哇，这狗跑3天都没事，因为那太平了，一眼就看见那狗在那儿。可是呢，那中西部地区的种老玉米，那老玉米知不知道多少钱？加州农业可是葡萄，加州农业可是棕榈，加州农业是美国经济价值最高的这些农业。所以大家知道，全美国喝葡萄酒基本上就都是加州的，好的 Napa Valley 啊，这个大家看到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电影叫《杯酒人生》啊，这个 Sideway 就是讲的一个人到处去品酒啊，他品酒这地方也是加州著名的酒庄聚居地，叫 Santa Barbara。橙子，加州著名的橙子好多牌子，其中最著名叫 Sunkist， 到中国翻成新奇士。橙子之多，连我们家都有一棵大橙子树，就每年橙子熟的时候，我妈就把那个橙子摘下来，然后太多吃不了，家里头又榨汁儿又这那，最后怎么办？弄一口袋装橙子，然后就这样一下扔到邻居墙那边。这我们跟邻居之间关系特别逗，就大家平时也不见面，也不聊天，也不喝酒，然后过2天就看邻居梆扔我一口袋到我们家院里，然后打开一看，邻居家的桑葚熟了，然后邻居也摘了一堆桑葚扔到这边来。加州橙子著名，还有一个小故事，就加州曾经发生过震撼美国的大案，就是 O.J. Simpson， 就是一个橄榄球队大明星杀妻案，杀了他前妻以及他前妻，他以为是姘头，杀了2个人。当时宣判的时候，总统推掉所有的会见，啊，全美国人民从国会到政府就看最后的宣判，啊，这是给美国人民一个叫普法大教育的一次，就是说这一次证据确凿之极，就是因为中间，因为 Simpson 请了几个特大律师，他有钱嘛，然后最后居然大陪审团宣判 O.J. Simpson 无罪，全美国哗然，不但哗然，而且还深受普法教育，说什么叫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人家就打到你这么细一个点，就是警察到现场的时间和警察拿到的那双袜子上的血迹是不是干了，那个时间对不上啊，所以警察呈递给检察官的证据就是有程序瑕疵啊，依据这个程序瑕疵，最后就是判他无罪。当然最后了，美国当然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追求那样正义的一个国家啊。最后 Simpson 被判了30多年，是为什么呢？反正最后说你没办法，你逃罪了，那我们也不放过你。结果这 O.J. Simpson 有一天突然也不知道怎么犯了病，带着几个哥们儿跑到 Vegas 的一个小的博物馆里，这博物馆里呢是人家把他的打橄榄球时期的好多纪念品啊，什么橄榄球啊，他的队服啊，属于他的一些财产，也连拖带骗的给弄到那儿去展览去了。他就说这是我的东西啊，我必须得抢回来，然后带着一帮哥们儿咚咚咚给人店砸了以后就抢回点他说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结果这回可叫全美国人民给逮着了，说上回让你跑了，那没办法，法治国家程序正义很重要。结果这回就是因为破门而入抢走了几个橄榄球，他属于他自己的，被陪审团判33年监禁，而且不得保释。我记得我去年还看到已经老得不行的 O.J. Simpson 跑出来又申请保释，又被保释官拒绝，说你不能保释。其实他犯了那么小一个罪，正常情况下都不应该关监狱的，应该社区劳动一阵子就完了。结果判他33年，算是把这个正义给找回来了。他就代言着加州的橙子，为什么他代言加州的橙子呢？因为他的名字叫 O.J. Orange， 所以他的名字起得好，所以农业也是遥遥领先的啊。其他就细小就不说了吧，军事工业、航天工业等等等等。啊，都是空前强大的。大学教育啊，加州按州算，当然有个别州肯定不服啊。有一个叫马萨诸塞州的州在那么远的地方不服了，说你看我们麻省有哈佛有 MIT， 然后有这那的，然后纽约州说啊我们有哥伦比亚，我们有纽大什么等等。但是综合起来，这个大学的数量也好，大学的名声也好，加州想想啊，北加州有 Stanford、UC Berkeley， 南加州有 Caltech。Caltech 这学校好像在中国不是特别有名，直到前几年，啊，打假斗士方舟子这个打一个叫唐骏的人的时候，才突然在中国的所有媒体上出现了加州理工，就说啊你伪装加州理工的，其实你不是加州理工的，你是什么西南太平洋什么大学的，我忘了具体的是什么了啊。加州理工实际上在全美每一年的这个理工类的大学排行榜都排在最前面，但是因为加州理工这学校也比较小，它不像那些特别大的大学校，而且它也不是特别古老，
所以在中国不是特别有名。美国有几个特别好的大学，南加大 USC 啊 ，USC 有全美最好的电影学院，大家知道，因为反正好莱坞在这儿嘛。然后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有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还有一个学校，每次路过的时候觉得好奇怪，看一下 UCSB， 就是 UC 闪避，其实也挺好的，叫 UC Santa Barbara， 它简称 UCSB。啊 ，UC Davis， 咱们著名的大诗人北岛也在里面教过很多年书，啊，这个 UC San Diego， 等等吧，整个这个加州的教育体系，啊，也应该算美国最强大的。体育应该说也是美国最强。如果我没跟德州仔细比过啊，南加州就不用说了，光篮球就光洛杉矶篮球就有湖人队、快船队，这都是美国最强的这个篮球队啊。冰球。最可笑的是，冰球冠军也在加州，就在洛杉矶，叫 Kings。因为冰球应该其实按说应该在什么特别北边那些天天结冰的地儿，但是冠军也在洛杉矶。啊，棒球这个美国最强的棒球队之一 Dodgers 啊，也是在洛杉矶。啊，美国最强的橄榄球队啊之一吧，得过多次 Super Bowl 的49人队，那我老翻成淘金者队啊，在北加州。还有一支强队，这个 Chargers 是在南加州的 San Diego。还有足球冠军啊 ，Galaxy 银河队，啊，贝克汉姆曾经就在那儿踢球啊，所以几乎体育也是最强。自然的国家公园，加州也排美国第一，有9个之多，排第二的就已经那边 Alaska 去了啊。其中名声最大的一个啊，其实应该说在中国的名声最大，就是因为它的名字翻译的太好了，就叫优山美地。这个其实什么意思也没有，原来就叫 Yosemite 就是个印第安名字，如果按照英文发音法会念成 Yosemite。 所以大家到加州一定要小心啊，不要露怯。我就听过从中西部地区来的人管这 Yosemite 叫 Yosemite， 然后大家就哈哈哈笑，因为加州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个地名啊要按照他们谁原来起的这个名字，他怎么念就怎么念。就比如说硅谷的核心 San Jose， 就一定要按西班牙的发音念 San Jose， 而不念 San Jose。 就是这个到了加州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甚至到加州你念点心，就点心都要念得很标准，大家觉得哦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知道点心这个啊，这中国人的中文外来语来的。加州还有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是所有乐迷都知道，叫 Joshua Tree。 为什么乐迷都知道呢？因为我们所有乐迷热爱的 U2， 伟大的乐队 U2 有一张专辑就叫 Joshua Tree。 不是我夸我的第二故乡吧，反正就是叫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海有海，要森林有森林，要沙漠有沙漠，要雪山有雪山，夏天也能滑雪啊，冬天也能游泳，就是属于一个要我说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人啊，这个是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就是加州的人啊。首先是加州的人之 nice， 到了就是我在全世界很少见。而且大家要想到的这个 nice 不是在一个特别荒凉的穷乡僻壤的地方，大家说哦我们去一个特别特别深的山里看到印第安人，或者去到美国比如说南部啊中西部地区那种地广人稀那些州，去到一个小镇，那当然也 nice 啊，甚至比加州的人还要 nice。 大家想到一个问题啊，那可是常年不见人，然后大家住得特别遥远，偶尔见到一个人大家才特别 nice啊。加州可不是啊，加州可是美国人口第一多的州啊，加州是3800万人，光洛杉矶地区就有1500多万人口。大家知道1500多人口，可能在中国人觉得没什么啊，什么北京、上海什么哪个都有1500万人口，但是在美国可不是，这可是人口最多的地方了。巨型大都会区的情况下，那人依然保持着很 nice 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在美国互相最看不上的俩大城市啊，其实在全世界也一样。全世界只要这国家有双中心国家，有俩大城市或者俩大州，这俩大城市人肯定互相看不上。这纽约人民当然是了，这个 New Yorker 是看不上全美国所有人啊，就觉得全美国除了纽约都是农村啊。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而且整个加州比纽约还要发达啊。洛杉矶人当然也看不上纽约人，但是看不上纽约人的主要原因就是加州人比纽约人要 nice 的多得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每次上飞机，从洛杉矶飞纽约的飞机，那跟公共汽车一样，恨不得每15分钟、20分钟、半小时一班。说到这儿，这个比较伤感的一件事，多提一句。实际上911的时候，
那4架飞机撞在纽约双塔呀，撞在五角大楼，有一架当然想撞白宫广场，那都是从纽约那儿起飞，准备飞往西海岸的，就是洛杉矶啊，就飞往加州的这些飞机。纽约在美国东北，加州在美国西南，所以距离最远的航线在美国本土大陆，所以飞机里装的油最多，所以恐怖分子也看到这点，专门劫持那个飞机里装的油最多的，去撞那个塔，这就不说了啊，悲惨的事情，说点乐的，就是凡是这个纽约洛杉矶往返的飞机，你只要看到大家全不动了，那队伍上飞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那不停的装行李，也不管大家。说他也没用，这人一定是纽约人，这不是我对纽约人有任何歧视啊，这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你上飞机，你们俩人一对儿的，然后换票的时候换不到坐一块儿了，你就跟人商量，你说能不能给我们换一下位子，我们俩是一对儿的，要坐一起。凡是跟你换的一定是加州人，纽约人绝不会跟你换，以至于你在柜台换票的时候，我这2张票不在一起啊，你就问他，你说我上飞机能不能换？那换票的人都会乐了，说如果那看你运气，你要赶上加州人，那当然就跟你换；你赶上纽约人，对不起，他绝对不跟你换。这就是重大的区别。加州人不管多密集的城市，你早上起来大家见面一定要 morning， 一定要 say hi， 然后大家只要进电梯，在电梯里绝对不会大家冷漠的都看着那数字一个一个往上涨或者往上降，一定开几句玩笑嘛，大家哈哈大笑。然后纽约人当然人家有道理，说如果你每天看见100个人，我们纽约人也愿意跟人打招呼，但如果你每天看见100万人，你实在是没空跟人打招呼，这个可能有道理吧？那你就别在纽约住呗，你干嘛让自己变得这么冷漠？你就来加州就好了，阳光灿烂的加州。南加州阳光灿烂，北加州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风貌。到了旧金山Bay Area 贝地区，就完全变成了郁郁葱葱，然后风雨四季，特别舒服的那种环境。nice 不光是对说早晨起来街上遇见的人 nice， 还有一个在美国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家经常在新闻联播里看到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坏种族歧视种族问题等等打死个黑人这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基因问题，因为这国家不是个单一民族国家。中国就几乎没这问题，那因为大家都承认我们汉族这个就是最大的民族，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德国再说宽容怎么样，他也知道我们日耳曼人是德国最主要的民族，其他民族去德国移民，他心里也知道说我是个客人这个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但是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纯的移民国家，包括拉美的一些国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其中美国的问题比较严重。美国是所有移民国家里最繁荣富强的，那当然你想去移民的人最多嘛。那怎么解决种族问题，也是200年来不停的修改折腾到现在。当然这个问题还有，但是我要说，在美国我去过大概半数的州吧，有半数虽然没去过，那天天看新闻看报纸而且美国流动性特别大，所以在美国口音没有中国这么明显。中国的口音，因为中国的流动性还不够大，现在开始大起来了但是因为数百上千年来中国流动性不够大，所以导致中国的口音你到其他省就完全彻底听不懂美国几乎不会出现有一个州的口音你完全彻底听不懂的情况。所以整个美国虽然种族问题严重，但是加州我不敢说是种族问题种族歧视最小的州吧。当然很多人立刻跳起来要打我脸了说你看这些年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暴动就92年那次暴动吧，也是警察打死了黑人黑人暴乱了一次，说没有是不可能的这种族歧视在哪里都是有的。加州我只是说比一些严重的州，比如说南部的一些州这个要好得多而且只是说在知识分子阶层往上，中产阶级往上几乎是没有的，但是普通民众就是受教育程度低的，那应该还是有的。这个要公正的来说，咱不能说加州是天堂就包括所谓上流社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前一阵子这个大新闻中国这儿也都报道了，就快船队的老板这 Sterling 这个因为吃醋，然后跟这个你像快船队这几个最重要的大球星这都是黑人结果他跟女朋友电话里说，哎呀，你以后不要带你这些黑鬼朋友来我球场里如何，结果女朋友给他曝光了，搞得灰头土脸但是那个人比较极端，那个人平时这个在各种聚会上也没什么朋友，大家都不爱理他，就是一个那种特别
招人讨厌的人。但是那人最后因为这个还因祸得福啊，特别有意思。这个因为这事之后 NBA 整个联盟就强迫他说你种族歧视不行，公开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严重极了的问题。那所以 NBA 就说那你必须卖掉球队，你不我们联盟里不能允许像 Sterling 这么一个种族歧视者逼他卖。然后大家就在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所有有钱人中间就开始说谁去买啊，大家谁凑钱去买。然后我们参加一聚会，还有一个朋友其实是纽约来的一个大地产商说，哎呦我也在考虑要不要买这快船队。然后当时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我说那你就这样，你把那个钱在我名下，然后你让我去买了，这事儿才震动整个美国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最后一个华人去把快船队给买了，这多种族融合呀，这多好啊！结果最终快船队卖了20亿美金，导致大家开玩笑说所有的球队老板都应该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好卖一个好价钱。这种事儿当然是有的啊，这个时不常爆发一下，因为在各个州，其实其他种族所真正占到的经济地位也好社会地位也好，确实是没有白人高。但是加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你的种族做出了成绩你这个种族有很多杰出的人，让我就觉得你这种族很牛逼这在加州是最明显的。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好莱坞巨星们有多少黑人，好莱坞歌星就更不用说了， Michael Jackson 黑人这我就不举了就是太多了，多如牛毛的黑人。体育明星无论是49人队里面的那些橄榄球明星，湖人队里面快船队里面的这些我就不一一提名字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明星都是黑人呢，没问题我能尊重你。所以在加州这个融合很重要，就是因为好莱坞也好体育也好有大量的其他种族的做得非常优秀，所以大家内心深处其实真的是没有严重的说对你这个种族有什么歧视华人硅谷硅谷里头最重要的几两华人印度人，北加州曾经统计下来户均收入最高的是亚裔差不多10几万美金，其次才是白人，然后才是墨西哥人黑人，当然差很多总的来说华人在那儿做出优秀的成绩。那华人在加州不但代表加州做过各种各样议员，做过部长，而且现在旧金山市的市长也是一个华人叫李梦贤 Edmund Lee。这位理事长是典型的那种华人的代表吧，就是家里艰苦奋斗他爸爸第一代移民从台山过去，然后在二战的时候参加过军队，当过老兵，然后开个小饭馆。他10几岁爸爸就死了，妈妈带着6个也不是几个孩子，自己最后奋斗到律师最后自己奋斗到市长。说到这个李梦贤理事长，这个当然跟我也有一面之缘这理事长很有意思，理事长后来当律师，当然当律师这一生有很多的就是大案要案什么，这就不说了一个小小的案子很好玩，这什么案子呢？现在马上要拍成电影了当然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电影公司正在拍，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在旧金山的一个街角有一个中国的 noodle 店，就是那个功夫 panda 他们家开那种 noodle 店。这个街对面呢有一个 spaghetti 店，就是意大利人的 spaghetti 意大利面，然后这两家就面对面开，就互相看对方就有点这个不太顺眼。然后这意大利的 spaghetti 店就起诉了这个中国 noodle 店，说他偷我们东西，这个面条是意大利的不是中国的，然后所以他偷了我们专利，那我们要起诉你。代表这中国面条店去打官司的呢，就是这位李梦贤律师，无稽之谈的官司了，瞎打半天你也没法考证，那法官都乐了，说我怎么考证到底谁偷了谁的？中国人还说马可波罗，咱们刚讲完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但是中国人说是马可波罗偷走的，不但是我们面条被马可波罗偷走了，变成了 spaghetti， 我们那馅饼还被马可波罗偷走了，而且偷的不完善，不知道怎么包起来变成了披萨等等，闹了半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正好现在拍成电影，电影里当然了把他给弄得很那个爱情就是说中国店的老板派了他的儿子，意大利店的老板派了他的女儿，然后两个人一块儿去天天打，就打出爱情，然后俩人怎么样，我不能再剧透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电影所以大家愿意选华人当市长，甚至加州还选过外国人当州长。这外国人说英文还都是那口音的，说 Is it interesting？ 就是这口音大家很熟悉这位因为是施瓦辛格加州也是等级观念最少的一个州如果你要去纽约你很痛苦，当然你要想在纽约只打一工你那就无所谓了但是你想在纽约你想混进上流社会，哎呦你可惨了。大家看过那个什么 Gossip Girl 什么之类的这种美剧吧，你只要在纽约
你上流社会，你光有钱还不行，你还得有姓，说我姓什么什么。人一听你这姓，说哦，你这个，所以在纽约混上流社会很痛苦，你要背下200个姓，啊，以便你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party 里你不丢人。在上流社会的 party 里，人给你介绍一人，说这人叫什么什么什么 ，Waldorf 这个姓，然后你就不知道这人是谁，你马上不带你玩了，说您是上流社会的吗？啊，我跟你介绍这人，你听不出这姓，他们家是干嘛的吗？你在纽约很难混。还有党派啊，这东海岸有很多问题，就是这共和党的 party， 就这些人家里都是共和党捐款人啊，民主党的 party， 然后这些人啊，大家水火不相容，什么等等等等，啊，在加州没有人背你们家的姓，这个当然了，你非要姓 Hilton， 啊，大家就知道哦 ，Paris Hilton， 你们家是开旅馆的，这事儿我知道，但是绝没有那个，为什么？加州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州，硅谷这么多英雄豪杰。啊 ，Google 的、Facebook 的、什么苹果的等等，大家全美国人被奉为英雄，几乎没有靠家里出身的，啊，都是草根出身啊，就是老子奋斗，而且老子有天才，能奋斗，啊，当然再加上加州的环境啊，斯坦福给出来的那种优越的那种科技环境啊，以及优越的整个的那种投资环境，那我就奋斗出来了。这是北加州，南加州就更是了。说咱有几个好莱坞大腕儿，说这大明星、大演员、大歌手，球星就更别提了，就很球星，因为你爸是球星，你就能当球星，这几乎是没有啊。好莱坞极少数的说爹或者叔叔是个牛逼人的，自己都把姓改掉。就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Nicolas Cage 他们家是科波拉家族，可是科波拉家族也是因为科波拉首先自己当了大导演，也是自己奋斗起来的。科波拉也不是靠他爸说我有钱你就拍电影吧，那科波拉奋斗成大导演，那家里人呢，因为从小受电影的熏陶，所以科波拉的女儿啊，什么 Nicolas Cage 啊，这些人啊也来拍电影，但是那也是靠的真才实学。在好莱坞一个纯商业社会，没人给你面子，你甭管谁的孩子拍电影不卖钱，老百姓谁也不会拿，因为你是谁的孩子就拿钱买票看你电影。所以从南加州的好莱坞到北加州的硅谷，全是草根英豪。所以在加州，所有人最崇拜的就是你是个屌丝逆袭草根英雄啊。至于你家里是干嘛的，你们家姓什么，你是什么党的，在加州我就没听说过谁说你是什么党的。所以加州在这方面，就是我说的人呢，这方面非常 nice。今天继续跟大家聊加州 fake boobs 假乳房，基本就集中在我们南加州。北加州虽然有硅谷，但是那硅谷啊，它不是硅胶谷啊，硅谷里头没有人做假乳房，因为硅谷里做假乳房没用，因为硅谷里全是一帮 nerd， 上班的时候就当码农，下了班只要看见一母的就已经很高兴。但是南加州这边这个确实是太流行，为什么？没办法，大家想想看，咱们老说整容女、外围女啊，等等等等来北漂，你想北京这点小小的这个芝麻粒儿大的电影行业，都吸引了数十万的北漂来。大家整容啊，搞得我说看起来长得都一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您本来有自己特点，是能演到戏的，您整的全一样，没有人找你演戏，至少我就不会找，因为我认不出来你是谁，啊！但是这都整好多，大家想想好莱坞，啊，全世界谁不想当好莱坞明星啊？我们管它叫好漂吧，但是好漂分成wannabe actresses。wannabe actors 啊 ，wannabe directors，wannabe writers。你在洛杉矶街头随便问一个人，啊，都是怀着电影梦来的。虽然现在正在修鞋，正在当服务员，正在干什么的都有，开出租，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怀着电影梦。有一天我开车，我都乐的都开不下去了。就是有一个人说做广告，说我发明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只要你把你的那个 genre， 就是电影的那个类型输进去，然后把主角名字输进去。啊，你马上就能出一个自动的剧本，就是当然美国这种妄人多得很啊，天天在吹牛。然后那个电台主持人就去开始采访各种人，采访一出租车司机说，就不问任何话啊，上来就问说你的剧本怎么样了？出租车司机就说哦，我正在想我那个剧本，我那个 antagonist 太多了，就反面人物太多了，就你不用问说你写不写剧本，你只要在洛杉矶随便逮着一人，你就直接问说你剧本进行到哪一步了，然后又问一个饭馆服务员说，哎，你的剧本进行怎么样了？他说我的剧本已经进行到 third act 啊，这个 third act 意思就是按照好莱坞编剧法则，一个正常的电影啊，差不多要分成3幕，所以叫 first act、second act、third act。third act 其实就是 show down 了，就是所有东西都大 boss 出来了，然后最后一关过去了，就叫第3幕。而用的词儿啊，全特专业 ，antagonist。
这普通的美国人可真不知道这词儿，这必须得是喜欢戏剧啊，有点文化人才能说 protagonist、antagonist， 然后 third act 什么这种专业词汇。你去 West Hollywood、去 Beverly Hills 等等这些地方，每一个咖啡馆、每一个酒吧，就是你只要坐在那儿，清清嗓子开始谈电影啊，咱们这个电影要怎么拍，马上那服务员就耳朵竖起来了。一会儿就拿着一个带照片的那种这么大一大名片过来，因为他怕你忘了他是谁，说哎呀，其实我是演员，我给你我的名片，然后等等等等，而且女服务员特别直接，就是说，we can hang out， 我可以跟你出去混，对我可以跟你出去喝一杯之类的，就是特别直截了当，就这样。然后我经常去一个饭馆，我很喜欢的一个饭馆，现在没有了，叫天狗日餐馆。里边经常就接待我的是一个长得巨帅的一个哥伦比亚的，也不叫小伙子了吧，已经30好几，长得简直太好看了，而且他会说英文，因为会说西班牙语，会说法语，得过2硕士，老在这儿当服务员，而且他因为特别熟了嘛，他每次偷偷还能给我弄点鲸鱼肉，洛杉矶也只卖鲸鱼肉啊，洛杉矶还卖熊肉的都有。好多人说你看人美国多环保，人美国那洛杉矶什么肉都有的吃。然后就不放菜单上而已，就是熟客人说给你点胃哦。然后我说你干嘛还在当服务员？他说就是要当演员，这个演员梦我都来洛杉矶这么多年了没实现，但是我既然已经为此付出了这么多，人都是这样的，爱情也一样。他说我都为此付出这么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那我前面不都白付出了？我应该早就不干这事儿。那我现在都30好几了。他说你觉得我还行吗？我也没法说你行啊，我要说你行，他说那你的戏我要不要演？这个我只好说，哎呀，我说你长得太好看了，这太好看的人太多了，所以这就其实我不知道整没整过啊，反正女的我看都整过，都整得差不多。这个然后你看到那全这么大的胸，在洛杉矶中心有一条特别长的大街叫 Wilshire Boulevard， 特别长，其中在6000多号，差不多到7、8千号这样子吧，布满了这样的人每天在楼下穿梭，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楼里边全是那种 porno 公司，就是做那个3级片到那样的电影，就是大家看的那个日本的那样的那当然是美国拍的那种啊，大概就是这样。总而言之，那个每一个楼里面差不多有几十家那样的公司，这几家公司都很小，几个人就可以弄，因为他们那个整个 porno 那个产业是非常完整而有序的。正常情况下就是你花个20-30万拍，然后你能卖70万美元，大概就是这个价钱。所以呢，布满了那种低成本的 porno 公司，因为成本低，所以他 casting director 就共用。因为 casting director 在好莱坞是最贵的，大家看到好莱坞的主流电影里 casting director 那个署名就跟 DP 差不多，就跟摄影指导差不多那个位置。casting 的意思就是选角，应该这么说。电影、电视剧上银幕的东西选角、选角色吧，就是选演员，叫做 casting。如果是舞台的不叫 casting 啊，舞台叫 audition， 就是做一个 audition， 大家都排着队去。所以这个在纽约百老汇，大家 audition 一来3000多人排队，在洛杉矶 casting 开始，马上我天，队排的，你们没见过那种阵势，那就3000人都是少的，那大队往后排，你就想看美女，你就挨着个儿。或者你就挥舞一牌子，你说我就是那 casting director， 在中国没有这个角色，中国的电影的这个工作人员里名单里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叫选角导演，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选角这事儿呢，女主角、女配角主要都被制片人什么投资人把这事儿给承包了，不用选角导演，说我来吧，这我投资人我制片人，然后大部分演员导演自己定，就包括我自己，我就自己定。然后最不重要的呢，副导演直接就定了，那我们也不去看。那副导演最后说，我们就说，那个坏警察在哪儿？那副导演说，快，你坏警察过来。反正他出来，梆一枪被打死了，所以我们也不管这种事儿。但是在美国，在好莱坞是严格的有最重要的这 casting， 这个是一重要的一关。大家为什么看好莱坞电影觉得好像比我们自己电影好一点？公正的说，我们的主角一线的男女演员演技其实不弱于好莱坞一线的男女演员。就单拿出来一个人跟一个人一块演，其实不弱。但你为什么老觉得我们这电影怎么看怎么就没人家那个味道，没有那个弥漫的那个质量感？其实就是因为周围的那些演员，我们那横漂的水平比人家那 extra 就是群众演员差太多。人家那每一个演员都演特投入，就是其实那人就露了半脸，那哥们儿演那种同仇敌忾那种哇那劲儿。然后你再一看中国电影里主角那使劲演，然后旁边人都这样。
就最后没办法，导演最后说，哎呦，只要没看镜头就行了，没看镜头这条就过了。因为你知道中国的主演又牛，大家都耍大牌嘛。这大牌最讨厌的就是说我刚痛哭流涕演得特好的时候，导演说再来一遍，因为你后边有一群演员看了一眼镜头，那大牌立刻就炸了，就不演了。说你什么意思啊？那我还演不演啊？啊，我这拼了命，哭得跟鬼似的演一条，最后你说哎呀你演挺好，那后边有一群演员看镜头，所以最后导演没办法，导演怕那大牌演员，所以只好说哎，好就过了吧。然后就经常看后边偷瞄镜头的人，然后后边一个什么，就是那种呆若木鸡的，然后尤其是演上流社会的时候特可怕，进了一堆上流社会小姐先生准备跳舞，然后一看就，我说这样进了一帮人啊，我也没有歧视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专业，就是演员多，就是因为好票多，大部分演不上戏的就去演这种群众演员，所以他们演技都极其的好，而且便宜到什么程度？他们当群众演员最高兴的是被政府雇去钓鱼执法。这政府总得雇那能演的人去钓鱼执法吧，装瘸、装这、装那、装妓女，政府付$100一天。这演员正经去电影去演去，演一天电影挣70块钱。还发明了一个词，在好莱坞叫 casting couch。这 casting couch 什么意思呢？就是听起来字面叫选角沙发，通常这个沙发是红色的，啊，所以有些年代也叫 red couch。这其实就是潜规则的意思，就是好莱坞自己术语里的潜规则，就是说。你只要看见一个沙发摆在这儿，这沙发大概是个红色的，你就甭管你男演员、女演员，您就先趴那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半制片人是 gay， 所以没办法，因为谁让你成名？这个不是因为你生活贫困我们欺压你，对吧？但是你自己要成名，你自己欲望那么强，那所以全世界也没人同情。而大部分时候还不是人家要钱你，是你要钱人家。啊，那时候 Gone with the Wind 选角的时候，就飘选角的时候。因为那本书卖了好几百万本，所以那全美国女演员都疯了，想演那 Scarlett。我们这儿翻成叫郝思嘉哈，不知道为什么翻成这么有意思的名字。最后都有女演员给自己裸体钉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寄给制片人，制片人收到一大木头箱，打开一看，站出蹦出一裸女说：“我就是 Scarlett， 你就应该用我演 Scarlett 什么什么这那。”所以这我有一个朋友就拍 music video 拍 MV 的啊，那这已经属于。那个 small potato、tiny potato 那么点小的小人物，就是他都特高兴的跟我说，他说我每次这个拍 MV， 哇，大队几百人、上千人排队来 casting， 他说我根本不跟人仔细看什么这那，他说我 casting 就一条，就问他一句话，说你只有30秒钟，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用你。后来我说什么结果？说嘿嘿嘿嘿嘿笑，我说笑什么？他说。反正你想30秒钟，他能有什么想法？那就脱呗。反正我就一句话，我没让你脱呀，我也没让你干嘛。我还碰见过男演员前一天跟我打电话说：“哎呦，告诉你，终于有人用我当男一号，我太高兴了。”我说：“祝贺你，祝贺你，祝贺你。”然后什么戏啊，什么聊半天啊 ，producer 是谁？他说 producer 谁谁谁，一个女 producer 啊。然后我说：“哦，还挺好，那就祝贺你吧。”第二天哭着给我打电话说。我告诉你一个悲惨的消息。我说什么悲惨消息？他说我今天去一个广告的剧组去排 casting， 我这边男队排了好几百米，我在中间排着，然后突然看见昨天让我演男一号的女制片人排在那个女的队伍里，也在排大队，就为了能演上一个广告小角色，在那儿排好几个小时。他说我彻底颓废了，他肯定弄不了这个戏，他根本不是一个大制片人，他就是一个小女演员，然后也在那儿排队。他说我颓了。所以这整个好莱坞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所以大家只要想干这行，你还别抱怨北京什么样，北京我也已经不错了，说心里话。总而言之吧，那 casting director 就每天坐在那办公室里选角，然后每天收到的楼上雪片一样下来的剧本，反正都差不多，剧本内容都是丈夫去当兵或者当兵不行，在美国绝对不能演丈夫当兵而老婆出轨，这在美国叫政治不正确，绝对不行。总而言之，丈夫不在去推销了，然后一个修水管的工人上门修水管子，然后就那个或者是送披萨饼，然后送完披萨饼说pepperoni 你要不要 pepperoni 香肠什么，反正类似的剧本都这样，就一天可以生产100个。然后这个 casting director 干嘛呢？就是接到一个剧本。就门口都排着队呢嘛，说哎，又有新剧本了啊，进来，大家都进来就看看大家胸大不大呀。过程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我为什么比较了解呢？因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找不到工作，我就给这个其中威尔士部落的其中一个楼里的其中一间屋里的其中一个中等的吧，这样的一个公司去拍电影。当然我没拍过那种电影啊，它是这样的，中等以上的这种 porno 公司呢，每年都会拍一个艺术片，或者2年拍一个艺术片，为了告诉人家说，我不是不热爱艺术，我拍这就是为了谋生，我得生活。但是其实我心里有追求，我挣点钱，我想拍个二七分起那种文艺片。啊，所以我正好就考导演，我也去那儿参加考试，就跟演员去那儿 casting 一样，导演也是在那儿考试，然后考了3关，我就考过了。考过以后，我就去给他们拍了他们的艺术片啊，很艺术。这个虽然也有点裸体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是很不一样的裸体。不一样在哪儿呢？那个制片人，那个法国老头啊，在法国还有自己家院线什么之类的，就是电影世家，就跟我讲说，高松。但是他叫高松时，他不是这么叫的。说好 ，song， 我告诉你，这个艺术片和这个 porno 的3大区别。这个首先就是咱们要说这 fake boob， 就是这个假大胸。porno 要用大胸女，因为 porno 就是最低级的嘛，就是给人感官刺激用的。但是艺术片一定要用平胸女，为什么呢？你不能刺激人感官，因为艺术片要给人家是艺术的感觉，就是这个深刻的思想啊，胸一大这。思想没法深刻了，啊，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所有的这个那个戏那种戏啊，如果是 porno 呢，要打很美的光 ，curvy 的这个样子，就叫曲线吧，就能毕露。然后，当然它还有一整套，怎么在背上用大力胶把皮粘起来，然后显得前面特别挺，要拍得特别美。但是艺术片的这方面的戏一定要用自然光。一定不能打任何光，因为一打光人家就认为你就是那种电影 porno， 所以叫平胸，不打光。第3叫不要用管乐，就是因为全美国人民、欧洲人民只要一听到管乐声，就觉得这就是一色情电影。要用自然声，就是窗户的声音、床的声音、窗外知了的声音等等。总而言之吧，我就去拍了那么个艺术片啊，严格按照这个3原则去拍的。但是由于给他们拍片呢，我就老得去上班啊！你想我得每天进出那地儿，每天就看见一堆这样的在门口抽着烟，然后嘴唇他们也做，他们不光是 fake boobs， 他们 fake lips， 因为你要想做那样的演员，你嘴唇不能薄，你一定要是个大厚嘴唇，所以嘴唇也做成那样，翻起来特可怕。然后我跟大家讲啊，一点都不性感，一点都不吸引人，反正我每次都这样。闭着眼睛往前走，因为什么？这假的首先不好看，再加上这个西方的女人这皮肤吧，稍微上点岁数，没有特小的人去干这个的，就走近一看，这些女的全都皱纹什么，然后整个三角区都是斑，哎呀，看得我觉得，哎呀，大家不要被这种电影欺骗啊！所以这个 fake boobs， 想当演员的做中型 fake boobs， 啊，想当 porno 女演员的做巨型 fake boobs， 什么都当不了的，就想到那 YouTube 上出个名儿。或者就拍那种特吓人那种杂志了，就做那种特别吓人的那种东西。所以 fake boobs， 说美国其他州的人想到加州想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因为主要大家都得在 Beverly Hills 到 Malibu 之间，这是大概全美国整容医院最多的地方，而且大概整的最好的地方。南北战争结束，黑人解放了，结果1882年的时候又通过了排华法，歧视华人。美国虽然到处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真的，美国联邦通过对一个单一种族的歧视法案，那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平时期，啊，战争年代会通过一些这样的紧急的这种法案，比如说1战的时候，这德裔的美国人啊受到了一些歧视啊、限制啊，因为1战跟德国打仗。2战的时候，日裔的美国人受到了一堆歧视。但我也经常说，啊，每一个种族被歧视也好，这个出现问题也好，当然是。他们有问题，这是首先的啊，他们帝国主义，他们种族歧视，啊，但是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大家看过过去有个电影叫《海球》，就逼你去你都不去，就只要家里有一口饭吃了绝不去啊，不光是做苦力不去，留学都不去。大家看到詹天佑他们那留美幼童，大家不知道那里边那细节。当时说容闳回国，好，容闳是第一个留美的人嘛，他当时是因为他是中山人，就当时叫香山县啊，后来因为孙中山的故乡改名叫中山，他跟着一澳门传教士到了美国，读了耶鲁大学啊，拿了学位，然后回国以后就说咱们多派点幼童去美国吧。清政府一想，那也对啊，我们要对外开放，那正好这个太平天国打完，说咱们消停点吧，和平建设，派幼童去美国，没有人去。
国家出钱让你去留学，没有人去。啊，征求在京的所有官员说你们谁家孩子愿意去美国留学，所有官员都说我们不去，因为什么呢？一个说蛮夷之邦不愿意去，第二留完学考不了科举，于是谁都不去，最后全便宜了香山县的人。就第一批留美幼童去的，全是离澳门最近，因为老见外国人，不怕外国的当时的香山县，现在中山县的人。就当时中国对美国已经到这个地步，所以能到美国的人都是中国最贫苦、最底层，所以给美国人的观感确实不好。由此英文里还多了一个英文词叫 coolie 啊，这个英文里当然中文的这个外来语是很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吃 wonton 什么饺子啊，什么 dim sum， 但是这 coolie 是对中国很不好的一个词。就是我经常对比这两个外来语的词啊，一个是从中国来的 coolie 就苦力，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外来语的叫台控。台控在美国英文里的意思就是大款大亨啊。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优秀的小说，严歌苓写的，叫做扶桑，也是严歌苓所有的小说里我最喜欢的之一吧。啊，看得荡气回肠，看得我当时泪如雨下。那本小说讲的就是淘金时代的华人唐人街的悲惨的故事，就是怎么被人歧视，啊，就包括那个白人年轻的小孩爱上了这个华人妓女，然后两个人说我在这儿不能娶你，咱们逃到蒙塔纳什么之类的其他的州去，咱们才能结婚等等等等，啊，就因为全国性的排华法案。啊，华人不管你有没有身份，不管你是怎么来的，都要把你抓起来，都要受到严重的管理、歧视，甚至遣送，不能结婚等等等等。啊，就顺便说一句啊，我们讲到美国每个州的时候，都会讲到每个州的一个代号，不是这歧视代号啊，是骄傲代号。每个州都会给自己起一个代号，啊，大部分州这代号会放在那车牌子上。啊，有的州现在没有了，但是如果看老一点车牌子，包括加州车牌，大家会看到加州的车牌底下写一行字叫 Golden State， 就是金州。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一个著名的篮球队北加州的，大家把它翻成金州勇士队。排华法案到什么时候才被废除呢？一直到了1943年的时候，中美已经是盟国，并肩和日本战斗的时候，一个热爱中国的中国过了大半辈子的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Purbeck 慷慨激昂地替中国人民在美国国会演讲，感动了美国国会的那些议员老爷们。啊，议员老爷们这时候才想起来说，咱这儿还有一个排华法案呢。但是排华法案虽然废除了，种族之间不能通婚的法案还依然延续了很多年很多年。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就各州的权力是非常大，所以大部分立法都在州议层面。啊，联邦只立那种全国都需要的法，婚姻法就是州法。给大家看一张触目惊心的图啊，感觉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的美国自己国内这个种族之间不能结婚到什么时候各个州才废除？其中大家看到最大的这一片啊，都是在1967年以前逐步废除这个种族之间不能结婚的州，其中就包括加州。加州这个种族之间不能结婚是到了1948年，就是一个黑人想娶一个墨西哥姑娘，但是他填自己是个白人啊，无所谓了，你填什么都没关系，反正那是黑人，他就不能结婚。那最后这两个人为了爱情就一直诉到州最高法院，最后州最高法院判例说他们俩可以结婚，那于是加州才废除了的。然后大家看到这浅色的这些州，这么多州，从西南横贯到东北，都是一个靠所有的相爱的人们不停地为了自己相爱的权利去起诉，然后才一个一个废除。大家看到每次美国种族的问题都从那儿闹起来的，这南部的这些州，当年的小学生事件啊，什么刺杀马丁路德金呐，到后来的就最近的这个什么弗格森事件啊，等等等等，全都大家看这一片红的啊。到1967年的时候，一对相爱的人，男的是个白人，女的是个黑人。这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 Loving， 就是爱着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他先诉到州法院，结果被州法院不但不同意结婚，人判他1年徒刑。结果这 Loving 不服，一直诉到美国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联邦，最后胜诉。他是在弗吉尼亚州，所以这个判例在美国非常著名，叫 Loving versus Virginia， 就变成了美国全国都必须执行的一个高法判例。大家看到红色的这么大一块，整个南部的所有州才在那一天废除了种族之间不能结婚的法案。这 Loving 替千百万的美国相爱的人们争取到了权利，可是自己当月，他是大概6月12号判的啊，6月底的时候就出车祸被撞死了，而且他的太太刚刚才能结婚的太太还撞瞎了一只眼。当然了，说是真的一车祸撞死的啊，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高法的判例只是说各州法律里的种族歧视婚姻条款是违宪的，至于这个法律要不要在这州法律里取消掉，这还是要本州人民来决定。到1998年南卡州才公投取消掉了这样歧视性的条款，而且公投的时候是62%的人同意，还有38%的人反对。最后一个州就是阿拉巴马州，阿拉巴马州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南部州之一吧，一直到2000年才公投，而且公投的时候只有59%的人同意取消。这件事儿咱可以对比一下咱中国在这方面咱可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中国当然了，这个蒙元来的时候这个不能通婚，那就是蒙元的人太少嘛，就怕你给同化了清朝来的时候最开始不但能通婚，还鼓励，那也是因为统治大家嘛，那笼络一下汉人的这些官员。清朝人也很少咱们经常说整个满族才20多万人口来进关统治一个1亿多人的大国，就是满汉之间或者叫齐民之间吧，齐人跟这不是齐人之间通婚，那要报到户部备案。那后来就开始禁止了也是因为人口太少，就怕被你这汪洋大海给同化了。康熙时代开始，可是我们到1902年的时候就已经废除了，就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去的慈禧刚刚回到北京准备推行大量的改革，融进世界，我们中国就已经废除了齐民之间不能通婚的这个法律。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种族问题是很小的，中国这个民族团结始终做的都还不错。大家老说美国种族大熔炉，其实种族大熔炉是这样的，大家都先分别在小锅里炖，先没进那大锅，就是这个紫米粥，黑人在紫米粥锅里炖一锅紫米粥，这白米粥炖一锅白米粥，小米粥黄的炖一锅小米粥，最后说种族大熔炉就已经炖好了炖烂了的黄的白的黑的紫米粥，大家再烩在一锅里成了一锅八宝粥。所以今天这美国这种族大熔炉，黑人都当总统了，这锅八宝粥是经过了无数年无数个种族无数个人们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美国。加州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加州这个发展不平衡大家老说中国这个贫富差距美国也有贫富差距，这个加州这个问题还不是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导致这加州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加州有可能会分成俩州，南加州跟北加州。南北加州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巨大的，能差出差不多1倍去，而且他们的北加州的教育程度比南加州也高很多。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就华人吧大家华人之间吃饭，大量的华人都是比如说是卖房子的 dealer 或者卖保险的等等等等，说这一桌上坐着都是博士，在南加州我还没见过。到北加州说这一桌坐的全是博士，说华人一聚会，这太正常了，就是因为硅谷的整个这个水平是非常的高。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我们清华大学加州同学会，这个清华同学会大概一共有13000人在加州，其中在北加州的是99%，在南加州每次南加州清华大学同学会聚会都只有300-400人。因为我自己是清华读电子系的，所以电子系更是硅谷最需要的人才嘛。我们班差不多有17个人在加州，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在南加州，其他所有人都在北加州。所以这就是南北加州，从光华人就能看出来南北加州的这个巨大的差异。然后的其他各个种族都一样，那印度人也是，那主要的印度这些科学家什么都在北加州。所以北加州收入也高，是素质也高，然后当然房价也高。这个北加州的房价，湾区的房价比是洛杉矶的，当然洛杉矶房价也不一样，平均下来至少贵，我看1倍都不止。因为南北加州气候差异人的素质的差异，收入的差异，所以北加州老觉得自己，我凭什么我们收入那么高，纳那么多税然后养着你们南加州那么穷的人，这个我们不想要你们。南加州自己还觉得自己挺骄傲的，说你看我们又有文化，我们说的文化就是好莱坞说你看好莱坞也在我们这儿什么什么也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人多好你们这北加州的人不好。所以这个北加州多次提出来说要不要公投独立，都牵扯到一个，到底是全加州人民一起公投北加州要不要独立，还是北加州人民自己公投说要不要独立这个事儿可是在全世界到处都发生的事儿这个苏格兰自己公投独立，这是在全世界极少见的。再就是英国已经有那么多年民主、自由、平等传统了，才会允许说，那你苏格兰自己公投，你要不要独立吧？所以加州要是全州公投，那北加州不能比，南加州人口能比北加州多得多得多，它穷嘛，穷当然就人口多嘛，所以这个问题北加州一直在闹。美国每次大选或者选州长议员的时候，那个选票都很长的，底下都列着各种各样公投项目，这个
上次大选的时候，南加州的公投项目叫做在南加州拍摄色情电影 porno， 要不要戴避孕套？这个结果南加州人民公投说必须要戴避孕套，导致这色情电影业非常愤怒，说那我们这收视率会下降很多，我们卖不出去了，我们要搬出南加州。后来南加州人民说我们宁可少点人纳税，你搬走吧，我们这受不了。所以说到这儿就开始说这洛杉矶的问题了。通常人问你说大洛杉矶地区有多少个市，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什么呢？它变化太快太频繁所谓大洛杉矶地区也没有一个人去管，也没有一个机构去管，说这个地方叫大洛杉矶地区，这地方有一个行政机构。所谓大洛杉矶地区是包含了大概4、5个县吧，现在可能是5个县，洛杉矶县我们中国翻译叫城县 Orange County， 然后东边有一个很大的县叫做 San Bernardino County， 然后北边一个 Ventura County， 全是一堆县，每个县下面有很多个市，所以美国人说 LA 的意思就是说包括了这5个县的大洛杉矶地区。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有1800万人口，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型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按照今天的这个做城市规划科学的人来说，叫做全世界最失败的一个城市群。因为全世界实验城市群是想了很多个办法，纽约那边想了一个叫中心巨大的一个曼哈顿，然后向四周辐射的这样一种城市群。然后洛杉矶实验了一个什么呢？就没有中心，所以洛杉矶 downtown 有几十个叫披萨饼式的城市群。就是大家看那个披萨饼，正常的披萨饼上头不是好多那个 pepperoni， 就是那个红的圆的香肠，就是每一个 pepperoni 这红的圆的是一个 city。所以洛杉矶实验的是137个有时候136个，有时候138个这样的 pepperoni 在一个大披萨饼上，就是说每一个 pepperoni 功能是齐全的，就你只需要在这一个 pepperoni 里，你有你办公的地方，你有你住的地方，然后你每天开车只要这么短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个一个里面循环，就不需要像纽约一样这么大一个城市，大家所有车都要这样交叉开过去。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那 Lincoln Tunnel 那完全就走不了了，在纽约，然后结果实验了一个完全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人的梦想，每一个人住的梦想跟工作的梦想是一样的我想在好莱坞工作，可是我想在比如说帕萨迪纳住，那这你就要命了。结果洛杉矶导致也是全程大堵车。所以在洛杉矶生活，喜欢洛杉矶的人，比如说我吧，我当然是会说洛杉矶很多好，但是我的华人朋友到洛杉矶去的，大部分人都说洛杉矶印象中应该是一个高楼。其实大部分人对美国大城市的印象是从美国电影里看来的，但是我想说美国电影的那个大城市实际上是纽约跟芝加哥。就美国大概除了纽约跟芝加哥，很少有从电影里能看出来是一个那样辉煌的大城市的那种景象所以大家觉得洛杉矶全美国第2大城市嘛，芝加哥是美国第3大城市。那到洛杉矶一看开了30里地还没看见什么高楼大厦，而且从空中一看，洛杉矶有一半地儿停车场，因为你越这么设计，大家越得有车。洛杉矶是大概全世界城市面积最大的一个大城市群，这个城市群导致你没有办法用公交系统，你没有办法到处打到出租车，你只能必须自己有车。你在这儿生活人每人有一辆车，然后你下了飞机到这儿人必须在机场租一辆车，你必须自己开车，因为它太大了。在洛杉矶生活导致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回到北京、上海或者台北、香港，说哎呦这地儿有点远，开车出去大概得开10几公里，你都笑了，你说那太近了。因为在洛杉矶一说出去开30迈，就是差不多50公里吧，都觉得特正常，一点都不觉得远。说这地儿出去开50公里，然后办一事，再跑那儿开20公里，最后再开60公里回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就形成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这大问题导致最后逼着这个城市要建大量的停车场，连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后面都有10个停车位一个小小的店铺 7-Eleven 前面居然能有10个停车位导致这洛杉矶就没办法建成集中的地方了，就越来越逼，越来越逼，因为又是个民主社会，你又没办法说大家规划强拆你再改造成一个大城市，那是已经不可能的了。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去能不能改造现在在洛杉矶确实去了几个巨型的中国房地产商正在打算盖起一堆高楼大厦。我也看了点规划，我说好，那你们加油吧，打算把它变成一个有中心的大城市，但是我看几十年内是不太可能。再给大家讲一个切身关系到我自己的好玩的事儿我有个好朋友，当然全国人民也都非常熟悉黄健翔，就是那个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黄健翔现在终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黄健翔呢是在洛杉矶的一个
比较富的富人区吧，叫 Calabasas， 啊，当然这里面住了相当多的明星。然后美国一个大明星也住在那儿，而且跟他姐姐家跟黄健翔家还挨着。这个人在美国太著名了，他叫 Kardashian， 我们翻成叫卡戴珊。卡戴珊姐妹是富二代啊，虽然没有这个 Paris Hilton 他们家那么富，但是他爸是大律师，在上期说过的 O.J. Simpson 杀妻案里，就是代表 O.J. Simpson 的大律师。卡戴珊跟黄健翔发生了关系，这个发生了什么关系呢？黄健翔老婆别急啊，这黄健翔因为老在中国工作啊，解说球什么的，所以在那儿买了一个房子。买了房子之后呢，老也不住，就把钥匙交给这个卖给他房子这 broker， 这 broker 是一香港人，然后说你替我看这房子。这 broker 说好，大家还觉得香港人肯定特别老实。结果就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带着全家回去，打开门一看傻了，桌上还有吃完了没洗干净的盘子，然后床上还有被人躺过的痕迹，然后到处东西都挪了窝，搞都傻了，说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问，等等等等，最后终于查出来怎么回事，以为破门而入，都要去报警去了。结果这下黄健翔发了，怎么发了呢？是这 broker 闲的没事干，就想跟周围邻居都是富人嘛，大家来搭搭近乎。然后卡戴珊有一档著名的节目 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这个节目是在 E 叹号 E 就是 Entertainment， 这个台是 NBC 旗下的，也是美国最大的娱乐台，就是娱乐专业台一个节目，就是找不着场景。然后正说这事儿的时候，被这香港人听见了，就说：“哎，我这儿有一房子空着呢，这房子也挺好看，去那儿拍吧。”结果这帮人就去了没有授权的人家有隐私的这个家里头去拍了一集节目，而这节目还在美国主流电视台给播出了。播出以后也不知怎么那么的巧，就正好有一个华人黄健翔的朋友去过，而正好还就看这节目，一看说这地儿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然后于是也告诉黄健翔，于是黄健翔说哦，恍然大悟，说原来我这地儿去被人拍了节目。于是这节目当然在那儿了，给取了证。黄健翔问我说我告诉你，在美国的判例是什么？就是未经授权而直接就上了银幕的判例，最高判到过$2000万。因为我在美国拍过电影，在美国拍电影时候那痛苦，就是每一个人，哪怕是群众演员，街上露一脸的人，都必须要签一个带着 photo ID， 就是你不能光签你写上你身份证号不行，你带着 photo ID， 就是这个人不是重名的人，就是我自己同意我的脸上这个地方。啊，我拍电视里头出现 MV， 我制片人都跟我急了，说你拍这人 MV 干嘛？我说我不拍这主人公在家看电视吗？我不敢拍电影啊，电影不是有版权问题吗？他说 MV 也有版权，在美国唯一没有版权的就是天气预报跟新闻，你只能让他看天气预报跟新闻。于是在那电影里特倒霉，我那主人公永远坐在家里看天气预报跟新闻，每次美术还要问我说这2场戏到底隔了多少天啊？我说你在乎这干嘛？不就是过了可能2月？他说那不行，你得告诉我具体多少天，因为我要找出那天的天气预报跟新闻。所有东西，家里的环境，你家门口一棵树，街上的广告牌，比如说街上有个可口可乐广告牌，叫你给拍到那电影里去了，那节目里去了。如果可口可乐公司没有给你授权，你都不能让广告牌进入那个画面。美国这个著作权，这个保护隐私到这个地步，更不可能出现在街上偷拍别人。你要一个电影在街上偷拍别人，别人正好说我带一二奶在街上正走呢，被你给拍进去了，然后我老婆看见了起诉我，我离了婚家破人亡，我让你赔死。这个最高判例能判到$2000万，而且不是电影院或者电视台赔，是保险公司赔。因为美国所有公开播映的东西，播映的之前都会有版权保险，就这里边哪怕你哼一首歌，哼2句也有版权保险啊。于是我就跟黄健翔说，我说那你赔俩地儿，你别人都赔死你了。第一就是那 broker 不是一个人啊，他拿着你，他代表了那地产公司，地产公司给每个 broker 最高职业保险到大概几百万美金。那意思就是说，当你介绍别人看房子的时候，这房子如果弄坏了，这房子塌了，这房子出现了其他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吧，由公司给你买的职业保险最高能到600-700万美金。我说这个首先他赔你，因为他破门而入，这在美国是felony，是重罪，你首先诉他的职业保险全赔给你。然后第二，你诉隐私，而且我说你一定要让你黄太太抑郁了，说因为我这床被人睡过了，我永远在床底下睡，而真在床底下睡。因为在美国这事儿是赔的特别厉害，说我这抑郁了，我家我也不敢回了，这也不是我家，我要卖掉这房子，我准备买一新的。而且卡戴珊在美国人民心目中正好形象不太好，这个有点接近 Paris Hilton， 就是那种
每天就是大胸大屁股，然后之类的，而且最逗是大家看那个现在美国最红的一个美剧叫做Two Broke Girls 破产姐妹，正好最新的一季上来就有卡戴珊的戏，卡戴珊来客串，而且客串的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节目选地方，就是到黄伟翔家去拍的这节目，说哎呀我这没地儿拍，说来你们这 cupcake 店拍，哟他俩高兴了，俩女主人公两个破产女孩在那做梦，说卡戴珊来咱们这儿拍，咱们就发了，咱们怎么着，然后最后卡戴珊来了一下说对不起，因为我找着别的地儿，我没在你这儿拍，但是我给你名片什么，特别有意思。可见这个节目在美国有多红，可见黄伟翔要发大财。而且美国这个判罚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比如中国是这么判罚，就是说他受到多大伤害，他这值多少钱，多少个月不能上班，等等等等判，那最终判不了多少。美国不这么判，美国判是法官说我判你多少，让你永远记住这辈子不能再犯同样的错，我就判你多少。之前我给大家说过这事儿，麦当娜吐了一个老太太脸上一口痰，法官判麦当娜赔老太太500万美金。最后法官判词就说，并不是因为老太太到底受了多大伤害值5万美金，而是像马当娜这么有钱的人，如果只判他罚5万美金，他出门还能再吐10个人，因为他无所谓。但判罚的意义不在于光赔偿那个被伤害的人，还在于惩罚跟警示，让你这个人一辈子都不能再犯。所以这判例是非常大的，就像判烟厂赔烟民似的，一判10亿美金。是烟厂说你弄虚作假，你骗了人，就是因为烟厂太有钱，就要判你10亿美金。你们这么有钱的一卡戴珊，然后 NBC 那么大一电视台，我说你就等着发财。回答网友问题啊，这有一个网友问我说，这个美国国会投票不是匿名投票吗？那为什么看电影《林肯》里通过第13修正案的时候，大家是公开的实名投票，是怎么回事？大家现在很纠结。这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美国国会从来没有匿名投票过，美国国会任何时候都是实名投票，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因为那个太不重要了。比如说，咱们今儿开会啊，先讨论哪个，后讨论哪个。这个如果再好几百个议员再一个一个实名投票去，那实在太耽误功夫。于是大家就喊一声说，你说1啊，他说2，然后大家一喊说谁的声音大，听谁的。最庄严的时候，都要全体起立出去，在门外排队，然后列队进来，同意这个的先进来，坐到这边。同意那个的再进来坐到那边，就不但要实名，而且连脸都要对得上。因为你光说名字，有的人还说这位议员是哪儿来的呀？这因为参议员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每个州2参议员，但众议员很多人不知道是谁，好几百人，所以让你知道这人是谁。国会是不能匿名投票的，因为参议员代表了你的州，众议员代表你的选区，每70万人一个众议员，你每一个众议员代表了70万人民选你。你怎么能匿名呢？你匿名我怎么监督你呀？要我选了你到国会匿名投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干嘛了？你被哪个资本家买通了，还是你参加了什么？你背叛党人家都不知道，那还有党呢？民主党议员，大家看那个 House of Cards， 那 Party Whip， 组织大家这本党议员应该怎么投票？那共和党的对面说怎么投票啊？您匿名投票，我都不知道你背叛我党跑对面投票都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对选民负责，对本州负责，这是所谓的他们那套制度，你管它叫代议制吧，咱就不说民主了啊，因为民主这事儿是说不清楚的，就叫代议制吧。所有代议制体制的国家里叫双基石，第一个基石就叫选民都是匿名的，就是我去投你议员，我投你总统，我当然匿名了，我一升斗小民，我怕你报复我呢啊，所以选民匿名，但是代表必须实名，因为我要对选民负责任。这就是所有代议制体制的最基本的2基石，所以美国国会从未有过一次匿名投票，必须实名投票。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对所谓代议制这个体制还不是很了解，我就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们最大的经常误解的2个地方，一个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匿名投票这事，很多人认为匿名投票才是民主，匿名投票才是我可以想投谁投谁，那不是，那只是选民匿名投票想投谁投谁。你只要当了人民的代表，你必须实名，表明态度，人民才可以打电话骂你啊。每次投完票，你回那议员办公室里，咣咣一堆电话进来，开始骂你，说你怎么回事？你今天怎么投的啊？我们下回不选你了。不但是这个，而且要公布所有的财产，公布所有的每顿饭这一年
被请了多少顿饭，都是谁请的，谁买的单，不单是请啊，就自己买单也要说，只要不在家跟老婆吃饭，在外面吃了多少顿饭，每顿饭吃了多少钱，谁买的单都要公布。但是有一个大家一直可能有点误解，就认为好像比如说咱就说美国吧，所有官员都得公开财产这些东西，那不是啊，美国是清楚的规定，官员也有隐私啊，官员也是个人啊，清楚的规定，只有民选的才公布。为什么？因为你愿意站出来竞选，那你就要对人民负责。你愿意竞选，你愿意被人民投票，你就要放弃隐私权，你就要放弃你自己的所有那些权利，你就要被人民监督。可是你只是来当一个任命官，一个什么副处长，当一个司长，当一个副部长，这些任命官不是民选官，任命官就相当于找一份工作。在美国又不是一级一级升上去，有时候这人是一 CEO， 这 CEO 突然跑到这部当一个副部长，啊，有时候这人是一个教授，这教授突然跑这部当一司长。跟我找份工作一样，我去大学当教授，没有人要求我公布财产，我愿意竞选，因为所有的民选官是不能被撤职的，这就是对等义务。实际上，在美国只有民选官和议员就是民选才公布。好，今天这个问题说完了。